强的木属性灵气波动。安师妹，你是第一次来采摘焚金果吧？咱们火焚国火山遍地，灵力充满了火属性，长时间吸收吐纳会对修士产生伤害，唯有服用以焚金果炼制的融灵丹，才可稀释火属性。这焚金果只在焚金山脉才有吗？没错，每到焚金果成熟之际，4大宗派都会有弟子前来摘取。那其他3个门派早就进去采摘了，怎么就咱们这座迟迟没有动静？氢气代表着焚金果已经成熟，可以进入采摘。如果氢气不出，就无法溶解火山内的炎毒。我们若是下去了，定会有危险的。哎，罢了，下去看看。小子，站住！什么事？我们每年最多只敢取10个果，唯恐损伤了这根部。你竟敢整根断掉！万一是哪个门派，都要为这毁根之事付出代价！死！糟了！再走一步，死！魂的气息！道友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在下是4级修真国天罡宗弟子许立国，刚才道友得罪，道友有话好说，万万不可冲动。魂的强大，修仙者根本没有抵抗之力。幽魂若进入外面的生灵空间，将被称为魔头。魔头，有意思。你要干嘛？老子生前可是元婴修为，动动手指就能要你小命。他怎么不说话？在想什么坏招吗？你不要轻举妄动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付不起元婴肉身那价钱，只能买这便宜的筑基期肉身，不然你个筑基中期，老子一个能打100个。道友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只要能放过我，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。道友息怒啊！幽魂拥有无视任何修为的吞噬能力，是否可以尝试在这里炼制一个？若我在这里有一定数量的幽魂，那么寻藤花园报仇会变得非常容易。道友，你冷静一点啊！总算将原本神识强行抹掉了，还真是元婴期高手。你是谁啊？我又是谁？吃了它。放我出去啊！老子生气了！
那2个老家伙让我和你聊聊，此处空间已经坍塌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要不要留在这里，跟我们一起吞噬此处？我要从传送阵重返现世。这怎么可能？新生的吞魂，有一件事你没弄清楚：身为魂，是无法离开这里的。以魂的强大，修仙者根本没有反抗之力。幽魂若进入外面的生灵空间，将被称为魔头，给生灵空间带来浩劫。因此，在寂命与生灵之间，有着戒律法则存在。凡是妄想过界者，均会被抹杀掉。那此处域外战场又是什么空间？此处是被生灵界大法力者开辟的混乱之地，存在于生灵与寂灭之间。即便如此，也只有当此地崩溃时，我等吞魂游魂才能进来。所以啊，你根本就无法离开这里，就更不用说那些游魂了。只要这里不彻底坍塌，传送阵能正常开启，我为何不能回去？好吧，朋友一场，我们会让这空间坍塌的慢一些。不过这游魂们的猎食，你可不能阻止啊。还有件事，请各位帮个忙。到传送阵就安全了，坚持一下。马良师弟一直没回集结点，怕是已经身亡了。真倒霉，也不知道这些怪物是从哪儿来的。马师弟，快跑！师兄师姐，等等我。马良，他还活着。这次我们在劫难逃了。哈哈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真是天要老子捡条命回去。师妹，虽然不知道那些怪物为什么不进攻咱们，但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尽快赶到传送阵，快些离开域外战场吧。马师弟，你修为最低，一定要紧跟着我们。还啰嗦什么？你们不走，我先走了。小心，跟紧了。怪不得马良的记忆里对周子红心存感激。虽我对这3人另有打算，不过我既用了他的身体，理应帮他做一些事情。谢谢师姐。这身体没有一丝灵力，全凭神识驱动。待我出了域外战场后，定要寻个地方闭关。这传送阵怎么连个影都见不着啊？我们选的已经是最近的了，不过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2座战场崩溃，好似放火了？真奇怪，按道理这坍塌应该加速才是。已经2天了，那2人8成已经死了。再找找。葛阳、许浩2人知道真正的马良已死，他们必须死。过传送阵需要信任，马良的资格令牌被他们抢走，若能找到最好，若找不到，我便抢个同门的令牌过传送阵。你这吞魂心眼忒多。行吧，我再帮你找找。红小心！这马良有问题。怪一路顺利绝不是巧合。自马良师弟归队后，这些诡异的生物就不再攻击我们。若要保住性命，不要多话。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。停！他竟然可以号令游魂。按那吞魂所说，游魂应是一种以神识状态存活的生命体，根据本能吞噬一切。可这个游魂的身体却极为驳杂，
他吞噬众多神石后，竟留有痕迹。他的替身定是已经死，却杀了他。我与马良无冤无仇，前辈饶命！我愿成为您座下奴才，前辈饶命！停！前辈，我只愿能有幸成为您的奴仆，安全回到火魂。我不是嗜杀之人，但你们若不聪明些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师妹，你前辈，我之前就想问，您夺舍时，马良是死是活？死。这个游魂，我要了。你可真不跟我客气啊！罢了，这游魂你喜欢，我可以送你，但我劝你还是和我等回归星海吧。这是吞魂的命。我若一定要出去呢？你三人先走。是主人。主人。没事了，这些游魂自然会这么多怪物，只要我们不出去，他们就不敢进来。能活着回去？这便是隔绝寂灭与生灵之间的戒律法则。快了，传送阵快开了！快看那边，是3个修士。这游魂怎么不攻击他们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些怪物竟然给他们3人让路！怪物为什么自杀？怪物为什么自杀？在操控。可别，没用的。那传送阵就是生灵空间的入口，凡是魂魄知道，立刻会被抹杀。这些怪物疯了，他们要撞碎这怪物！这黑丝，看来就是戒律法则的手段。竟然全部被抹杀，倒要看看他们拦下多少。你去。